殿下，快出来！走。让开！ 依我看，你们就不要再追了。我不想杀人。谢谢魏伟大人。要是有缘的话，我会把马还给你。参见大王，都起来吧。禀大王，臣实则没有追回太子殿下，请大王降罪。依寡人看，这些匪贼是燕丹的人马，早就与燕丹计划好，故布疑阵，以拖延战术离开我大秦。臣惶恐，大王所言极是，那帮人武功甚高，绝非一般匪徒。燕丹此番行动，一定是筹谋已久，寡人之前没有察觉。 那是因为过于信任他，更何况虎贲军乃是我大秦精兵，若连阮清和李仲的武功都不及那几名刺客，看来他燕丹是有备而来。寡人早该派风林火山追击，是寡人低估了他的能力。禀大王，相救太子丹之人，确实有一位武功高的不可思议的刺客。臣那日带领一整队虎贲军，却被此人一人进谏。 若非亲眼所见，臣实在不敢相信，天底下竟有如此恐怖之人。恐怖？是。那日，臣实在不知那番身手是人是鬼。若真有此人，燕丹得高人相助，我们务必要小心才是。大王，原本臣以为，单凭一己之力，无论其人如何勇猛，都无法与我大秦铁骑抗衡。但今日见到此人。 若他上阵取敌将首级，简直易如反掌。李忠，臣在。你传令给蒙武，要我们各黑旗军多加小心。遵旨。韩侍卫，看来你受伤了。回大王，只是小伤，不碍事。 韩侍卫曾是江湖之人，此回燕丹的人马也是江湖之人。不知韩侍卫对这些人有没有什么头绪？大王，恕臣妾多言。大师兄虽曾是江湖之人，但我们公孙家并非是名声响亮的大帮大派。 不过是我爷爷用自己的几分武功，为我前卫濮阳尽了绵薄之力罢了。更何况，大师兄他入宫多年，如今江湖上的后起之秀，更如过江之鲫，大师兄他怎么可能全都认得呢？一个后起之秀，真的能有如此惊人的功夫吗？那即便是新人，其所习剑法，师出之门必有其道。夫人今日亲眼所见。 您觉得呢？天下之大，江湖之广，总会有一些武功高深之人。我一介女流之辈，眼界浅薄，
怎可将每帮每派的功夫都分辨得来呢？真是承蒙魏魏大人抬举了。厉夫人，恕臣斗胆，微臣尚有一事不明，想请夫人赐教。夫人明明是去太子府探病，为何反被匪贼劫了去？假太子唤真太子之时，夫人是在房间内还是不在房间内？是否一直待在太子房内？而事情的整个经过，夫人就完全没有看见吗？当时太子府中人仰马翻，本宫听到房外有动静，于是便去房外查看。本宫猜想，盗贼可能是在这个时候偷换了太子殿下吧。这么说，就是韩侍卫与黄侍卫的失责，没能保护好厉夫人。为何任由厉夫人出房，落入贼人手中？确实是微臣失职，请大王降罪。韩申，此事当真如此吗？魏魏大人，罢了，燕丹既已离秦，此事日后再议论。夫人，微臣方才有惹恼夫人之处，还请夫人多包涵。魏魏大人也是职责所在，不必介怀。大王，那有关后续追击太子丹之事，寡人有些乏了，此事日后再议。臣遵命。殿下，路途还很遥远，现在应该快到魏国了，我们就在这儿歇会儿吧。请用。京少侠，京少侠，啊，请用。不必了，先生。我先四处走走，你们再休息会儿。从函谷关到蓟城路程尚需各8月，但愿师兄能带太子丹平安返回燕国。什么时候来的？我怎么没发现啊？果然是大摇大摆走进来的，是你想事情太专心了，没注意到我。你屡次成为敌人的目标，你知不知道寡人多担心你？早知道燕丹告病是一个陷阱，寡人绝不会让你去。要是那些匪贼敢押你回去做压寨夫人，寡人就算耗尽我大秦的军力，也要把他们的巢穴铲平。你想太多了，你以为人人都爱我这母老虎呀？这么说，是寡人眼光独到，才喜欢你这母老虎。还好，你平安回来了。对了，寡人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。什么礼物啊？你别又……我知道你不喜欢那些庸俗的珊瑚和珍珠，寡人要送的是这天底下独一无二的。什么？寡人决定把天明接回宫里。真的？天明他可以回来了？寡人知道，你历劫回宫，最能够安慰你的，也就只有天明了。真的是太好了！这3年以来，我只见过天明几次，每次一见他，都觉得他成长了不少。我真担心，再这么下去，他应该会认不得我这个娘了。对不起，让你们母子分开太久了。
寡人不会再拆散你们。说实话，我有时候也挺想天明的，毕竟他也是寡人的孩子。忆过往，若假想，空荡荡一场，几分荒凉，绕几幅惆怅。烟成霜，风就黄，缘断情太长。是谁盼望，谁归谁身旁？剪也剪不断，越理越慌乱。回过去的总是离愁绕指尖，爱恨轮转，心不安。前尘间的缘，换作今生的陪伴。悠悠时光，难念不放，难舍难忘，此情未央。金大哥，剪也剪不断，越理越慌乱。回不去的总是离愁绕指尖，爱恨轮转，心不安。前尘间的缘，换作今生的陪伴。悠悠时光，难念不放，难舍难忘，此情未央。剪不断，越理越慌乱。回不去的总是离愁绕指尖，爱恨轮转，心不安。前尘间的缘，换作今生的陪伴。悠悠时光，难念不放。天明，你刚才说要跟父王一起用膳，又不好好吃，在想什么？父王，您知道自由自在是什么意思吗？自由自在，自然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想要什么就有什么。那父王，您自由自在吗？天明，等到父王一统天下，这世上再也没有纷争和战乱，你我又是天子之尊，自然是这世界上最自由自在的人。真的吗？那天明会比天上的鸟儿更自由自在吗？当然了，鸟儿虽能自由飞行，但是每天却在为着自己的食粮而费心，而且有许许多多的天敌，怎么能说自由呢？什么天敌？天敌就是有大鸟等着吃小鸟，还有猫也想吃小鸟，每天怕东怕西的，当然自由不起来了。天明不想要被人惧怕，天明想和大家开开心心，和大家一起玩耍。如果一让人害怕才叫自由，那天明不想要自由了。不要紧，你现在还不明白父王对你的期望。大王对天明真是宠爱。天明是个好孩子，也是个幸运的孩子，从小就生活在被人疼爱的环境里，与寡人不同。大王，燕丹与寡人一样，从小就志于异国。其实寡人也不是不明白他的想法。我希望我能成为让他人惧怕的人，如此，我便可保护任何我想保护的人。他一定在想，有朝一日，一旦他爬到高处，便会让所有轻贱过他的人、怜悯过他的人，都不敢再看低他。所以寡人宁愿他们惧怕我，也不愿意他们可怜我。这才是真正的自由自在。
本宫看了会儿书的功夫，吃了这么多橘子，你们都不管我呀？现在本宫是牙也痛，腹也痛，你们是干什么吃的吗？良人息怒，良人息怒。良人，奴婢有事禀告，是件好事。你们都先下去吧。是良人。好事。本宫最近煞星当头，竟走厄运，能有什么好事？别人的好事就是我的坏事。现在虽说是别人的好事，但今后也有可能变成良人的喜事啊。你说呀？奴婢派在太医院的内应今日回报，有应女从太医院拿了安胎的方子，已经有数月。妃子怀孕了？谁？是韩长史。韩长史？不可能呀！大王最近没有特别宠幸她。她之前不是被大王遣去给韩非先生做侍妾吗？想必应该就是那时候。韩非先生的孩子，那关本宫什么事？良人别着急，听奴婢道来呀。大王虽说对韩非先生死在狱中一事颇为介怀，但是宫外的人并不知情，都以为韩非先生是大秦的逆臣，所以韩长史即使明白大王也许不会逼着他滑胎，但此事也不可能张扬，说他怀了韩非先生的孩子呀。那既然是个见不得光的孩子，到时候这孩子在宫里宫外是生是死，根本没人会在乎，是不是？你的意思是？奴婢的意思是，借着这个机会，装着良人你也怀孕了，到时候再把韩长史的孩子抱过来，当作是良人生的，再给他一笔金子，送他出宫，再给他寻个好人家，这事儿不就结了吗？我怀孕了。韩长史的肚子现在约莫4个多月，就从现在起，良人您装作2个多月的肚子，是在被大王贬了位分之前怀上的。届时再说早产，孩子只要健康，身形大了些，也没人会在意。再说了，良人说不定能够利用这个机会重获大王圣心，所以说，这是不是件好事啊？容本宫想想。这果然是个妙法。你什么时候变聪明了？奴婢可是为了良人的事情日夜操心奔走呢。好吧，如果这事儿成功了，本宫能重回昭德宫，必定重赏你。谢良人。近日听闻妹妹足不出房，在调养身子，所以今天特意来看看你。本宫对上次误会妹妹的小事，心里有些过意不去，所以今天特意带了点补品过来。良人之前不是以为是嫔妾诬陷了你吗？何以今日突然示好啊？哎，你又不是不知道姐姐的脾气。本宫位分被贬，心情确实不好，所以就对妹妹说话重了些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后来静下心来一想，和廷尉大人的协议那是本宫做的，本与你无关。现在事情这样了，要是全怪在你头上，对你实在不公平。哎，说来说去，这宫里谁不是远嫁而来的异国嫔妃？或许对自己的母国还有几分关心，但毕竟我们都是大王的妃子。所以说，遇到什么事情，才更要互相帮助，和睦相处，对不对？对，对。
这些补品呢，补气补血，特别有助于安胎。说实话，入宫这些年，本宫也想早日为大王诞下子嗣，所以时常拿这些汤药来补一补。你就当是补品，补一下，对身体也没有什么坏处的。谢良人厚爱。不谢。行，那你养着吧，我先回去了啊。行了，妹妹不用送了，记得好好补一补，啊。这楚良人到底安的是什么心啊？他前几日不是还对长史嫉恨如仇，怎么今日又送补药来了？他肯定是知道了我怀孕的事情，来借此示威的。可是，楚良人应该也知道，长史怀的并不是大王的子嗣，那他到底打的什么主意？我也不明白，说不定是楚良人自己常年怀不上孩子，性情大变了呢。他就是见不得人好，你看他当年对景良人做了些什么？他这个人，怎么可能说转性就转性呢？他肯定是在打什么算盘，才会突然对我示好。那这补药该怎么办？哼，天晓得是安胎药还是滑胎药，拿去扔了。哎，别让人看见。是。孩儿，你未出生就没了爹。娘只希望你的命不要像你爹那么苦啊！禀良人，良人脉象甚佳，玉体金安，请良人不必担忧。可是，本宫近来时常感到头晕、恶心、失眠，太医就没发现什么吗？方才微臣确实仔细给良人诊查过，未发现异常。若良人确实有这些症状，待臣回去给良人开一帖清心丸，良人服用试试。陆太医，您还是没有听明白本宫的意思。本宫近来时常感到头晕、恶心、失眠。您在本宫的脉象上，当真没发现什么吗？恕微臣愚钝，微臣不明白良人是何意呀？这是良人特意为陆太医准备的，太医请收下。您若是收下了，就证明您发现我们良人怀孕了。良人，谎报孕情可是欺君大罪，臣万万不敢呐！你就照本宫说的去做，以后每月过来给本宫把脉，开药给本宫安胎，时候到了，自然会有个孩子的。陆太医，您可别忘了，景良人滑胎那事儿，为了那帖茶，
本宫给了您多少金子？还有，您在老家的亲人，现在正由我们南楚的侍卫照顾着呢。臣知道了，臣一定会按良人吩咐的去办。很好。嫔妾参见厉夫人。免礼。谢夫人今日愿见嫔妾一面，我托人找您来，实在是我不便出门。长史怀有身孕了？是韩非先生的孩子。夫人，嫔妾不敢奢求，但仍心存一念，夫人能代替我向大王求情，让我生下这个孩子。如今，就只有夫人能帮我了。夫人，您一定要帮帮我，千万别动了胎气。大王，臣妾有一事相告。什么事？韩长史，他有了身孕，是韩非先生的孩子。竟有此事？多久了？臣妾今日去看他，推测有4、5个月的样子，是在韩非先生入狱之前怀上的。说来这孩子命运真是坎坷，这还没出生就没了爹。韩长史原本是打算一直瞒着大家的，却没料到前段日子因为身子不稳，便请了太医调理安胎，心想这也是瞒不住了，所以特地让我来向大王求情。求情？大王虽因韩非先生之死去迁怒于楚良人和廷尉大人，但是宫外的人皆以为韩非先生是叛秦在先，所以才死在大秦牢中。名义上，韩长史还是大王的妃嫔，但是怀的却是逆臣的子嗣，这怎么说，都是一件不能公开的事情。韩长史是怕寡人下令把他的孩子拿掉，对吗？恕臣妾多言。如若大王的心思跟我一样，我觉得我们亏欠韩非先生的实在是太多了。是啊，我们亏欠韩非先生的实在是太多了。这样吧，这件事情交给你办，你跟韩长史说，让他别担心了。谢大王网开圣面。不过，秦韩之间的关系，因为韩非先生之死，有些微妙。韩长史怀孕这事儿，你要小心处理。若成了授人以柄，就不好了。是，臣妾知道。大王，楚良人托人带话给您，希望您可以去探望他。哼，他能有什么事？还敢让寡人去探望他？回大王，楚良人已怀有身孕。她也怀孕了？难道还有嫔妃怀孕？你继续说。啊，
据闻这楚良人怀孕已近3个月，太医最近才诊脉，之前一直以为是身子不适。3个月，也就是寡人在降罪他之前。大王，依微臣之见，这楚良人依然是您的嫔妃，又是楚国的公主，身份尊贵，将来公子生下来，依然是秦楚王族的血脉。不过，燕太子丹之使今日让寡人烦心，寡人不想去见他。赵高，该准备的东西，你准备一下。诺，微臣遵旨。若儿怎么也怀孕了？楚良人，大王听闻您怀有身孕，特命微臣送来名贵药材，让良人补补身子。有劳大人了，上仪收下吧。大王呢？大王为何不来看本宫？啊，大王近日政务繁忙，恐怕暂时无法抽身前来。不过，大王听闻良人怀孕，立即命微臣前来探望。看来大王还是关心良人的。不过，此次良人怀上龙种，之前为何毫无征兆啊？从外表上来看，竟然也看不出什么来。本宫自幼身体底子就好，很少病痛，所以自然是看不出什么。不过，大人这么一说，良人，良人，你好些了吗？还是有点恶心。良人，您保重玉体，微臣会向大王禀告的。有劳大人了。那微臣先告退了。送中常侍大人。良人，你说，中常侍大人应该是信了咱们这一出吧？谁知道他信没信？这个中常侍，哼！哎，话说回来，本宫这样确实也不像怀了孕的。你去，给本宫找个假肚子来。装也得装得像点嘛。诺，我刚才像吗？再使劲，像吗？大王，日前，王翦和杨端和2员大将再度对赵出军，竟又被李牧所败。臣以为，若欲取赵，必先败李牧。望众臣集思广益，举荐各国策士，以破李牧，为大秦首要。这个李牧，连王翦联手杨端和都拿不下他，到底是何等的奇才？难道寡人一统天下的霸业，竟会败在一个李牧的手中吗？大王，李牧所带的骑兵队行动敏捷，我大秦的战车完全发挥不了作用。未找到除掉李牧良策之前，臣进言：是否暂时先不与赵国硬碰，蓄积战士兵力，再做打算？昌平君所言，实为寡人所想。蒙武，臣在。你传令王翦，自赵境退兵，先保全我大秦的实力，待时机成熟，再行进军。臣遵旨。大王圣明。其实
臣曾听闻，当今赵王与其母后一向与李牧不睦，是因为当年李牧曾反对先赵王衍立其后，废前太子家。臣以为，当今局势可能是我军逼得太急，赵国才不得不自北疆调回李牧。若是我方攻势稍缓，赵王就会松懈，此时或是离间的最好时机。说到离间，寡人近日确实思虑过。若有合适的人选，众卿请推荐上来。大王。还有其他臣子要上奏吗？大王，臣有一事禀奏。说。此回燕太子丹被擒出逃，实为离叛大罪。臣惶恐请示，我大秦是否应该出兵追击燕太子丹，以平天下人悠悠之口？大王，臣以为此事自有大王圣心独裁，无需他人智慧。廷尉大人，燕丹至秦多年，与大王有如兄弟。虽然他出秦逃脱，有负大王，若大秦为了一个质子发兵追击，恐怕才会平不了天下人悠悠之口吧。我会命中常侍大人为你打通守卫，会有人在宫外接应你，助你离开秦国。夫人的大恩大德，嫔妾没齿难忘。长史啊，本来你这身体是不宜远行的，但是本宫见你如此挂念家人，也实在不好强留。这沿路上，你还是要多加小心呢。倩儿听别的宫人说，韩长史死了。什么？死了？他是被人害死的，他的死状可不异常，一尸两命。到底是谁要对韩长史下此毒手？是你害死的景良人，韩长史也是你杀的。你都是对你没有利益之人瞧都不瞧一眼的，这怎么对韩长史的事却如此关心呢？难不成是韩长史把你毒死韩非先生的事告诉了大王？其实入宫之后，我也看开了，人不害我，我不害人，只要我能把天明抚养长大，我就心安了。其他的我什么都不需要。那你需要我吗？明知故问。天南地北，隔着银河相对，千年等一回。千山万水，眺望你的娇美，让心越唯美。遥遥天海交汇，深深夜幕低垂。爱已深锁城外，苦等一人归。破碎，山川成灰，容颜都枯萎，留下爱在世间不断的轮回。看透喜悦伤悲，百转千回，生死有
相随，走遍天地恢恢，与你自由飞。落寞深闺，不知相思滋味，只为你憔悴。望穿秋水，泪如流星下坠，